今年有 Ultra， 今年又没有 Ultra， 今年没有 Pro Max， 连 Pro Max 都没有。有 iPad Mini 7，有没有 iPad Mini 7？今年爆料新闻超乱，到底怎么样？大家好，苹果猎人，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发表会前最终的一个总整理，所谓的爆料，因为有一些新的消息出来，那真的是非常的乱，那也很多观众在私讯我，那我这边就一并回答给大家吼。那我们也不浪费大家时间，我们就直接讲吼。第一就是 iPad Mini 7在这个部分吼，那其实分成两个不同的讲法吼。有一个 Twitter 爆料者说，今年一定有 iPad Mini 7，但是他说不一定会在9月出来，但是今年会有。但是依美国媒体的报道呢，那还有郭分析师他认为今年都不会有 iPad Mini 7的推出，他们要延到2024年的时候才会推出 iPad Mini 7。那其实我上次有讲到，就是距离 iPad Mini 它的更新的周期已经是到了吼。那当然这种时候到了这个时候，9月要推出，10月、11月推出，或者是他们可能要把它集中在 iPhone 啊，或者是 Mac 上面，这个也是有可能性。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你要买 iPad Mini 的人，都应该再等一下。用 iPad Mini 的人通常不是真的有生产力的需求嘛，就是一个简单，你可能是要看萤幕娱乐性的需求。那这种时候，当然不管是剩1个月、剩3个月才要推出新款，我觉得像这个时间点再去买，我都不会非常的推荐啊。那这是我的想法，当然真的有急需的人，那可能也可以去买，那就看你们大家自己怎么想咯。好，那再来就是 Ultra Pro Max， 整个是一团乱的不同的消息的爆料。那这个我们分成3个不同的地方。那第一，在 Twitter 上面有个爆料消息很准的哦，他的讲法是说有15 Pro， 有15 Pro Max， 还有15 Ultra。他说15 Ultra 是一个另外出来的一个机型。那这里我们就大致上给他这个命名呢，苹果到时候最后会怎么命名我们不知道。我上次有讲过，它就是一个名称。那他认为说，这个 Pro 系列会有2台，那还会再多1台 Ultra 出来，说会有3台不一样的机器。但是美国彭博社的 Mark Gurman 他的讲法是说，没有 Ultra 也没有 Pro Max。那这样怎样是只有 Pro 吗？但他说会有一台6.7寸的萤幕，那它就是 Pro 的再升级版。但是他说苹果的命名会把 Pro Max 也拿掉，但是目前也还不会使用 Ultra， 因为 Ultra 这个名字他们要留到2024年啊，可能 iPhone 16或者 iPhone 17的时候，真的它的尺寸上或者它的整个外观设计上在拉长加大的时候，才会另外多了这个型号出来。那当然我上次虽然已经解释过说关于这个名称的意义对我也没有那么大哦，但是如果有观众还是在私讯我在问的话，那我这边还是一样再来讲一次。如果苹果今年推出来的15 Pro Max， 好，我们就讲反正6.7寸的这一台，那里面搭配的主镜头可能跟去年的14 Pro Max 一样，那可能就是在它的长焦镜头上面换上潜望式镜头啊，有内变焦，然后里面使用处理器基本上也是跟 Pro 系列都一样的话，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叫它名字？你要叫它 Ultra， 叫它 Pro Max， 叫它什么其实都是一样，因为它本来的定义就是6.7寸的 Pro， 就是 Pro Max 而已嘛。但是如果苹果今天真的推出了一台，就是我们说像三星那样的定位，真的是独一无二，它就是只有这一台，这样最高规格的主镜头，然后最高规格的长焦镜头啊、潜望式镜头全部塞在同一支上面，然后彻底跟它的 Pro 系列或数字系列都划分开来的话，那可能萤幕尺寸也变更好啊，萤幕等级也变更好啊，它的更新率更好，它的散热什么都用上最高的等级。那这种时候，它要怎么叫它？叫它 Pro Max 也好，叫什么都好，对我而言的定义，它就是一支 Ultra， 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堆到满的手机哦。那如果里面的规格配备大致上都跟本来的他们预计计划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名字换来换去的话，那我们消费者其实也要去清楚说，这个就是一个名称，就是一个行销手法，或是可能他们产品划分上面有一个不一样的计划，大概就是这样而已，也不用去想太多。那这一支名字怎么叫，跟他们今年要推出这个6.7寸的计划完全都不会改变，都是一模一样的规格。他们很早就已经预定好，今年的6.7寸就是这个规格，这一点是不会变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再来讲这个发表会全部里面最终的这些预测有什么产品在里面，我们从头到尾把它讲一次。那首先 AirPods Pro 或是 AirPods 3，现在大家都在问的说，是不是应该等这一台会新推出来的 AirPods？ 那首先当然会不会在这个时间点就推出来是很难讲，但是至少其实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看到有这个产品型号已经注册已经出来了，那代表新的 AirPods 一定会推出。那大家觉得该不该等的症结点，就是你手上可能已经有 AirPods 或是 AirPods Pro 啊，或是 AirPods 2什么等等，是不是要在现在买新的那一代？那我个人建议是要等啦，因为虽然说在功能性上面，据我们了解，这一次会新推出的 AirPods Pro 或者是 AirPods 3、4来讲，它的功能性上不会有个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充电孔上面换成 USB Type-C。那我个人觉得现在那么多电子产品，有的时候，但以我这个是苹果全家桶的人来讲 ，Lightning 其实都有点越来越劣势的情况，它基本上就是只有 AirPods， 然后还有 iPhone 可以使用。那我平常还有带 Mac 啊，我家里也有 iPad， 那我家里有其他
行动电源要充电全部都是用 Type C， 那甚至我的那个拍立得相机现在新买的那台也是要用 USB Type C， 所以对我而言方便的就是一个种类的线 C to C 的线可以充我全部的装置嘛，这个对我而言会是最方便的选项。那当然如果功能性上面有差别，是不是一定要去买 Type C 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会考量到以后的二手价格或市场上面它会怎么去判定这个商品哦。你想想嘛，如果同样有 AirPods 3，一个是 Type C 充电，一个是 Lightning 的充电，它市场上的二手价一定会有个差距。不要讲二手价，就像现在新的 Type C 出来之后，如果市场上还有在卖 Lightning 充电的这个 AirPods 的话，你会慢慢看到它的价格会慢慢降下来，那 C 的价格会降的比较少。那这是虽然是我的判定，但我觉得应该8、9不离10哦，就是反正就是一个比较新的版本，然后一个是支援未来所有的充电孔。那所以这个我建议大家，如果身上的 AirPods 还可以用，反正就先等一下吧。那在苹果手表9，那虽然我们有做那个苹果手表10，会是一个4代大更新的一个款式，但可能不是在今年，是在明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应该等今年的苹果手表9？那我觉得苹果手表我一直的建议就是它是一个辅助性装置，也有很多观众一直问我，一直私讯我，我的答案就是说，如果健康上面的需求，目前的苹果手表基本上都可以 cover 你大部分的需要的话，你更换它对你的影响算是非常小。但是除非你的手表可能比较旧款，那你觉得心率侦测啊，或是血氧侦测、跌倒侦测、车祸侦测这些对你真的很重要的话，当然还是建议等，因为买东西就是买新不买旧。那现在已经快要推出新的，你不管是在9代推出来要买9代，或者9代推出来之后要买降价的8代，都会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这次可能比较重要更新就是它处理器的升级啦。通常处理器的升级会换来几个东西，就是稍微比较快的处理速度，但苹果手表我们一般也不觉得它慢。那可能另外一个会带来的好处就是它的续航力可能会稍微增加，这是可能。那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新颜色，就是搭配这次 iPhone 15全系列的新颜色。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iPhone 15这次全系列的新颜色，我觉得其实蛮好看的，它是蛮淡雅的这种粉色系。如果你想要做这样搭配的话，或许你可以再等一下，等 Apple Watch 9推出来之后，再决定你要买哪个时代。OK， 好，那再来就是 Apple Watch Ultra 的第2代那这个目前也是有2级，有人说今年不会有，有人说今年会有，那有人说今年有呢，可能就是它实际上硬体没有一个太大的升级，可能就新的处理器，然后配上一个新颜色啦。但我必须讲 Apple Watch Ultra 这个产品呢，它的价格来讲虽然是不便宜，但是我觉得它相对的这个硬体配备其实是有到那个价值，但是那个价值并不是每个人都真的需要。它续航力的增加呢，相比一般的 Apple Watch 来讲，就是多大概1天多一点。这个其实对很多期待长续航力的人而言呢，这样增加的续航力还是不太够，所以你变成多花这个1、2万块去换来这样可能比较大比较重的手表，然后续航力就是多那么一点的话，很多人会跟我讲他觉得不值得。那我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我用一整年下来，说真的，我就觉得它很帅而已，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其他的功能性来讲，比较可有可无啦，毕竟不便宜嘛，3万多块。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衡量一下，是不是需要买到 Apple Watch Ultra。那当然，如果你决定都是要买的话，你就等嘛。今年不管怎样，发表会有或没有，有新颜色或没有新颜色，你要买新款或是旧款，就跟先前道理一样，它的价格上都会有一些差距，那就等到那个时候再做决定。好，那再来我们就讲 iPhone 15数字系列。那上次我们有讲到，它这次会使用的主镜头后，可能会是新的 Sony 堆叠式感光元件，而且会是搭配4800万画素。那我觉得光这一点就让这次的数字系列听起来了，好像是蛮值得入手的一支。那上面有提到它的颜色嘛，可能有粉红啊、黄色、蓝色、浅绿、黑色、白色什么等等。现在有人就是实际拿这些新颜色调出来的模型机上手，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看。先前的数字系列我大致上不会推荐给所有的人，但是如果以今年来讲，他们搭配上的配备，其实就光更好的主镜头这一点，如果超广角又在可以对焦进行微距的话，那同时因为我们知道嘛，它在美金定价上面会是还是799跟899的这个区间，相对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Pro 跟 Pro Max 或是 Ultra， 他们都会有100到200美金的涨幅，这样对比起来可能会让数字系列的 CP 值大大增加。但是苹果要切割，也总是会放一些东西在里面让你难选择，就像它下面现在使用的 USB Type C 的孔，在充电速率上面不会做太大的限制，一样会让你大致的支援到35瓦。但是呢，它在它的传输速度上面可能把它限制在 USB 2.0。那虽然啦，我们实话实说，我还是不觉得这个时代应该配 USB 2.0这种传输速度了。但是实际上来讲啦，如果说像很多数字系列的用户，像我去年是给我们家的长辈使用，他真的也完全不会用线去传输里面的档案。那这一点的话 ，USB 2.0或许也还是没有问题，也还 OK。我不知道，到时候可能看它出来整体的规格列出来，我有什么想法。好了，那再来就是15 Pro 跟 Pro Max 或是 Ultra 那但最重要的就是价格上涨，我们上次有提到100到200美金的价格上涨，但同时间呢，他们可能在起始的这个容量从256开始，一加一减啊，让你感觉好像似乎有涨价又没有涨价的感觉，至少你买到的是比较多容量。那上次影片我们也有提到嘛，它会提高可能更高的录影规格，更好录影规格，所以这种时候也名正言顺的让你需要更多的容量。但现在最终的消息看回来，就是可能连基本款都是200美金的涨价那这样就是1199美金跟1299美金。
型，这个我觉得就算连 Pro 系列都可能要逼近4万块来讲。那我们再想回来，如果像我们上次影片讲到，这内变焦的这个长焦镜头还是只有放在最大支6.7寸上面，真的蛮有可能今年的这个6.1寸的 Pro 就会变成我最不推，叫大家绝对不要去买那一支。这只是先预想啦。那它颜色在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黑白之外呢，还会多了蓝色，还有这个钛灰的颜色。那现在这个模型机看起来这个钛灰的颜色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漂亮，大家不要跟我抢。可是蓝色的话，近几年来也是非常抢手的一支啊。这个到时候我们上次办投票，真的大家最多人选的是这个钛合金的钛灰，不是太空灰的钛灰。这个颜色，但我们也还没有实际看到它出来怎么样。现在都是这个模型机所调出来的颜色。以过往来讲啊，模型机调出来颜色算是非常的接近，只要你在光源打得好的情况下，其实它都不会太难看。那这个可能就真的让我有一点去难选择今年到底要选哪个款式。那在它材质的部分呢，我们知道周边会换成钛合金的材质，相比现在的不锈钢，那带来的好处就是它会比不锈钢更加的轻跟坚固。但是这个是单讲材质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在里面电池的容量，这一次也是全系列有一个蛮大的升级。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电池的容量，那很多人上次有在留言里面问啦，为什么 Pro 看起来比15数据系列还要少电池容量，然后 Pro Max 看起来比15 Plus 的电池容量还要少？因为其实 Pro 跟 Pro Max 因为它的相机模组啊，里面这些模组占的空间更多，以至于变成它里面可以塞的电池容量就会被挤压到。那这也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去年续航力最好的是14 Plus 这支，并不是14 Pro Max。那看起来今年也是会走一样的方式，但是有可能会有一个差距，就是他们里面使用的处理器啦。A16对比 A17，如果 A17的表现真的比 A16好上很多的话，我们知道 A16大致上是翻车了，除非它真的配上好的散热能救回来，但是多少会影响到。那可能这种情况下，或许他们的续航力会达到相当，或者是甚至你可能在 A17的 Pro 系列上面看到更好的续航力。那再来就是旁边这个新的动作按钮，那我们现在手上有非常多厂牌的手机壳，有些厂牌就是已经笃定它会用这个新的按钮之后，就直接把它封盖起来，做一颗按钮在上面。那这个对一般人来讲，就是你本来是静音的那一颗按键，左右调的拨钮变成一颗单独的按钮。那我在猜想，你一开始不去动它设定的时候，它就会一样是静音的功能。那如果你要再细一点去设定的时候，你或许可以有更多的延伸功能，或者在不同的 App 它有不同的功能可以去延伸出来。那对我而言的话，我是比较期待就是在相机上面能有不同的延伸功能出来，不管是快门键，或者是说你在里面录影啊做设定的时候可以做快速的一些切换，那我会蛮期待这个部分。但到最后我可能最常用的就是手电筒的功能。那现在消息有指出呢，因为换成这个按钮，对比先前的拨感，它的应该讲说拨感你蛮清楚的就可以知道说现在静音还是不是静音，或者说拨动它的时候是一个很清楚的调整的方式。那按钮的话相对不一定有，所以它可能会因为这样把它的震动回馈调得更大，或配上一个震动回馈更明显的一个 engine 在里面。好啦，那相机的部分我们上次有很细节的去讲了，反正就是主镜头可能大致上维持跟先前一样的4800万画素的那颗感光元件跟镜头，很可惜似乎没有升级后，但是我们会可能借着 A17 处理器的新的影像处理，看到不一样的成像，期待是这样子，因为不然我真的非常不喜欢上一代的成像。那最大的重点就是在最大支的6.7寸这一支，它的长焦镜头可能会是有内变焦，那这个就是像 Sony 的最新的那支手机一样，它长焦镜头是里面是有光学变焦，并不是用数位去裁切的方式。那这样再搭配苹果很强效的影像处理深度融合的话，它可能可以在做出更长延伸的时候，都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这个当然目前是一个猜想，也不太确定。但以最后来讲得到这样的消息，我是觉得蛮兴奋的，因为这样会让这支更大支的相对来讲，我们都会觉得说苹果都是晚1-2个世代的这个潜望式镜头，第一次跟上 Sony 同一个世代用上最先进的潜望式镜头，代表他们未来也可能会走这样的方向。那这一点我非常期待。那另外呢，就是在这2支 Pro 系列，他们超广角都会再有一个感光元件的进步。那这边看起来也不太确定是说它感光元件会变大，但至少它的画素是增加的，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很多人觉得说这个超广角镜头常常在暗处的时候拍摄的影像就不好啊，或者你有时候拍影片在外面 vlog 的时候，你习惯用超广角来拍的时候，但是一切换过来，那个画质的崩坏太明显，都不太想用。那或许这一次这个新的感光元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进步。那再来就录影的规格，4K 电影级模式一样会有，但可能会增加这个4K 120 frame 的拍摄。那这个是我个人最期待的功能，因为在 Sony 那支手机上面，我超常用这个功能来拍一些 B-roll 啊，或拍一些在外面需要使用的情境。那再就是 8K 的录影，那这个我觉得上次影片我讲过，实用性还好就是看个人有没有需要，那也要去考量自己的储存容量够不够，自己的电脑跑不跑动这样的影片。那最后就在它下面的传输孔，那除了 USB-C 跟 USB 3或者4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支援雷电式的传输接口。那这个目前是不只是在他们的软体里面有看到，连在他们组件上面都有看到这样的规格，所以我觉得在 Pro 系列上面，或者是我可能至少最大支那一支会支援雷电式的这个规格，应该是8-9不离10。那这可能对一般人也没有差啦，你没有要拍很大的档案，你没有要传输出来，其实都没有什么差。但是我们有时候其实想用电影级模式啊，或者这些 4K 120来拍摄的时候，稳定的有线传输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我相信很多在拍影片的人都会非常期待。好啦，那这些就是大致上
上这些发表会的这个总整理，我们也会在9月13号的12点凌晨哦，跟苹果妹准时在这边跟大家一起看直播。所以呢，如果有要一起熬夜看直播的人，都欢迎来我们频道看哦。好，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片见，拜。